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7号在北京会见傅昆萁率领的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傅昆萁等还走访了小米汽车工厂。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傅昆萁表示，青年代表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在会见中，王沪宁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愿同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希望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多参与到两岸交流交往中来，共同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而在我看来，王沪宁会见傅昆萁一行，其实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回应岛内蓝绿双方长期以来的共同关切。王沪宁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全国政协主席。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不仅邀请傅昆萁一行登陆，而且安排王沪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会见，其中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彼此平等的意味，实际上就呼之欲出了。27号上午，傅昆萁一行在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小米汽车工厂和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创新运营中心。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汽车科技的技术能够发展到如此的先进，而且已经不是在世界的一线，而且是超过一线，领先一线，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不少岛内民众也很关注大陆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不少人在网络上感慨又好用又时尚，但是遗憾买不到。我们很希望不是买一部多买几部回去我想电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两岸一起来合作，让这个永续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一起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据悉，此次与傅昆萁同行的访问团成员还包括其他16位蓝营现任民意代表，成为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岛内民代访陆团。傅昆萁在此访临行前指出，民进党当局将两岸推向兵凶战危，导致两岸无法顺利沟通，台湾大量农渔产品无法行销大陆，观光产业也进入寒冬，全台百工百业都迫切希望两岸交流，民众共享和平红利。中国国民党主张两岸必须要和平，要交流，且正在具体实践。因为青年代表整个民族的未来，我们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全面来交流。马英九日前率台青结束访陆返台后，蓝营政治人物接连传出访陆规划。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刚结束在粤访问行程，而傅昆萁此次带团访问，他作为台立法机构里中国国民党党团的领军人物身份，以及当前正值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赖清德就职前夕的时间点，备受外界关注。他自己也强调，这是责无旁贷的公务行程。因为过去无论是连战登陆会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还是8年前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晤，都是属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党对党交流。而傅昆萁等实习人不仅具备民意代表的身份，而且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台立法机构内的最大党，这就使得傅昆萁的此行具备了将两岸交往从体制外深入到体制内的意味。对于傅昆萁这次来大陆访问，民进党方面喊话称，傅昆萁并未获得授权，无法代表台当局谈论任何政策交易。对此，傅昆萁也向民进党喊话称，民进党只能掩住台湾的耳朵与眼睛，所谓抗陆保台，也只能在岛内魔音洗脑。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席李彦秀也表示，民进党没有作为，国民党身为立法机构最大党，在符合规定之下与大陆对话交流，这是应该做的事，不能因为民进党不做就什么都不做。